你知道吗？在我们地球上有10个国家正在慢慢变成毒气室。这里明明坐拥金山银山，地底下流淌着黑色的石油，矿坑里埋藏着稀有的金属，可这里的人民每一次呼吸都在透支生命。令人细思极恐的是，这些国家并非都是战火纷飞的贫民窟，有的甚至是曾经辉煌的文明古国，或者是富得流油的石油大亨。他们握着世界级的自然宝库，却让百姓的平均寿命因为空气污染而缩短了整整7年。为什么一手好牌打得稀烂？天赋的丰富资源究竟是如何变成了勒紧国家咽喉的剧毒枷锁？是发展的代价，还是人为的悲剧？大家好，我是微笑。本期视频就带大家逐一揭晓这些被毒物吞噬的国度背后那些令人窒息的真相。第10名，刚果民主共和国。作为全球最脏的国家之一，它的环境状况实在令人担忧。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刚果的 PM2.5 年均浓度高达 40.8 微克每立方米，这远远超出了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安全标准。这片蕴藏着丰富自然资源的土地，不仅蕴含着巨大的发展潜力，同时也承受着沉重的污染代价。为什么刚果会成为重度污染的代表呢？其中一个关键原因在于其能源使用方式的落后。全国90%的家庭依然依赖木炭与柴火作为主要的燃料来源，这种燃烧方式释放出大量有毒浓烟，对室内和室外的空气质量造成严重影响。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仅家庭空气污染一项，每年便夺走了约 6.1 万条生命，成为刚果公共健康危机的重要根源。除了空气污染，采矿业的过度开采更是雪上加霜。刚果拥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如铍、铜和钽金属，这些资源为国家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益，但同时也造成了巨大的环境代价。采矿活动中排放的废水和化学物质直接流入河流，将清澈的水源污染成了毒河，危害了当地居民的生活和生态系统。此外，土壤侵蚀与森林滥伐问题进一步加剧，让这片土地陷入了恶性循环。第9名，埃及金字塔下的灰色天空。埃及这个孕育了世界上最古老文明之一的国家，曾以金字塔、尼罗河和法老的传奇故事名扬四海。然而这片神秘而壮丽的土地，如今却被现代化的污染所笼罩，让人不禁为它的未来感到忧心。埃及的空气污染问题相当严重，直接将这片充满历史底蕴的国土推上了世界10大最脏国家榜单的第9名。根据数据显示，埃及的 PM2.5 年均浓度高达 42.4 微克每立方米，远超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安全标准。这些悬浮在空气中的微粒成为无形的杀手，对埃及人民的健康造成了巨大威胁。仅在2019年，埃及因空气污染导致的过早死亡人数就高达9万人。更令人触目惊心的是，世界银行估算，仅开罗地区因污染造成的健康支出就高达15亿美元。这对本就面临经济挑战的埃及而言，无疑是雪上加霜。这场空气危机的背后，既有城市化进程的急速推进，也有政策失误的影响。埃及政府为了扩建道路与运河，大量砍伐绿树，导致自然屏障的减少，使得空气质量进一步恶化。开罗等大城市常年被灰霾笼罩，当地居民每日都笼罩在污染的阴影之中，呼吸一口清新的空气几乎成了遥不可及的奢望。然而，这仅仅是冰山露出水面的一角，专家发出警告，埃及的环境问题将随着气候变化的加剧而进一步恶化。第8名，尼泊尔。从寺庙之城到尘埃之谷，尼泊尔这片以壮丽雪山和神圣宗教圣地而闻名的国度，如今却背负着世界上最脏国家之一的沉重名号。根据统计数据显示，尼泊尔的 PM2.5 年均浓度高达 42.4 微克每立方米，这个数字远远超过了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标准，让人不禁对这座寺庙之城的现状感到深深的惋惜。首都加德满都作为尼泊尔的政治、经济与文化中心，原本是一座被群山环绕的天然盆地，风景如画。然而，这样的地形也成为了污染的温床，山脉阻隔了空气流通，让污染物无法散去，导致整个城市犹如一座巨大的毒物容器。随着城市化的加速，蓝天变得愈发稀有，取而代之的是灰蒙蒙的天空与刺鼻的空气。从数据上看，加德满都的污染问题与其汽车数量的爆炸式增长息息相关。从2000年至2015年，该市登记的车辆数量从 2.4 万辆暴增至 77.9 万辆，在短短15年间增长了32倍。
如此惊人的增幅让整座城市的交通排放远超其承载能力，再加上道路施工、扬尘与砖窑的排烟问题，整个加德满都几乎被灰霾吞噬。第7名，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金钱买不来清新的空气。提到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许多人会联想到迪拜与阿布扎比那令人惊叹的摩天大楼、奢华的购物中心与世界顶级的酒店。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长期以来凭借财富成为全球瞩目的焦点。无论是高端旅游还是创新的建筑设计，阿联酋首都被视为现代化的象征。然而在这些耀眼光环背后，却隐藏着一个不容忽视的事实，这里的空气污染问题令人触目惊心。根据统计，阿联酋的 PM2.5 年均浓度高达43微克每立方米，远高于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安全水平。每年因为空气污染导致的死亡人数超过1872人，而其中的移工群体更是首当其冲。这些来自南亚和东南亚的工人常年在高污染环境下劳作，却往往得不到应有的健康保障。表面上，阿联酋一直致力于推行所谓的绿色愿景，声称要实现能源的多样化和长久发展，但实际上，这些响亮口号下的实际行动却显得空洞乏。利政府一边大张旗鼓地宣传种树造林和可再生能源的规划，另一边却依然在大量的开采和消耗天然气和石油。这些化石燃料所产生的排放是空气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当局甚至将污染问题归因于沙尘暴，试图模糊事实，却忽视了人为排放对环境的巨大破坏。这场沙中雾都的矛盾折射出现代化与环境代价之间的失衡。一方面，阿联酋希望以奢华的形象吸引全球的投资与旅游，另一方面却在环保议题上频频缺席。过度依赖化石燃料经济模式的阿联酋似乎还未找到真正的转型之路。第6名，伊拉克，战火之后的毒理遗产。根据最新的环境数据显示，伊拉克的年均 PM2.5 浓度高达 43.8 微克每立方米，这个数字相当惊人，让它位列全球最脏国家的第6名。这片中东的土地曾经坐拥丰富的自然资源与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但连绵的战火与严重的污染却让它的天际线笼罩在浓雾之中，成为了一片不折不扣的雾都。伊拉克空气污染的根源并非单一来源，而是石油燃烧与战争遗留的化学废物共同作用的结果。在这里，油田燃烧释放出的甲烷与苯气成为了空气中的隐形杀手。战争的烽烟更是将污染问题推向了极点。大量的军事行动不仅摧毁了伊拉克的自然生态，更留下遍布土地的地雷与化学污染物，让土地的创伤难以愈合。2018年的一份研究报告指出，伊拉克约有 47% 的天然森林已经被战争摧毁，取而代之的是荒芜与沙尘。更甚者，240万公顷的土地由于地雷的埋设而难以开发利用，这片土地的长期健康发展正遭遇着前所未有的考验。第5名，布基纳法索，沙尘中的民众呼吸。布基纳法索这个西非的内陆国家，凭借其年平均 PM2.5 浓度高达 46.6 微克每立方米，排在全球污染最严重国家的第5位。首都瓦加杜古10年间人口暴涨 81%， 城市化进程就像脱缰的野马，基础设施建设却远远跟不上。这种爆炸式增长使得环境问题日益恶化。瓦加杜古的街头80%家庭依然使用柴火与木炭作为主要燃料，低效又污染严重的燃烧方式让空气中的细悬浮微粒指数居高不下。除此之外，旧车与摩托车的大量排放也在城市的每个角落留下了尾气的痕迹。当地缺乏严格的废气排放标准，导致这些移动污染源无所顾忌地穿梭于街巷之间，让瓦加杜古的天空长期笼罩在一片辉煌之中。然而更加令人难以忽视的是每年撒哈拉沙尘季的到来。每当季风携带着无边沙尘席卷而过，布基纳法索的城市和乡村都无处可逃。黄霾如同一层厚厚的面纱，将瓦加杜古这座城市彻底吞没。呼吸道疾病因此成为当地居民的最大杀手。据统计，呼吸道感染已成为布基纳法索的主要死因，占全国死亡总数的 20%。在这片资源匮乏的土地上，空气污染不仅是一个环境问题，更是一场关乎生存的公共健康危机。第3名，印度，神圣之地的灰色呼吸。没有干净的空气，就没有真正的健康，没有健康的社会，国家的未来将失去光明。这或许是对印度目前环境现状的最佳注解。作为拥有悠久历史与文化的文明古国，印度以其多元的宗教与丰富的传统闻名于世。
然而，这片神圣的土地却也被全球污染城市最多的国家的阴影所笼罩。根据数据显示，全球污染最严重的30个城市中，有多达21个位于印度。这样的现实不禁令人扼腕。印度的空气污染问题严重到何种程度？根据统计，全国 PM2.5 的年均浓度达到 54.4 微克每立方米，远超国际健康标准，这让印度成为世界上空气质量最差的国家之一。更令人震惊的是，每年因空气污染而死亡的人数高达200万人，相当于每天有超过5000人因吸入污染空气而失去生命。这些冰冷的数据背后是千千万万个家庭的悲剧，也是印度环境问题的缩影。追溯印度空气污染的根源，农业焚烧、生物质燃料的使用与交通堵塞构成了一个难以破解的恶性循环。每年秋季，北印度地区的大量稻田焚烧是空气污染恶化的关键因素之一。焚烧后的浓烟不仅笼罩着当地，还能随着风力飘散至周边城市，形成大面积的有害雾霾。而在城市中，生物质燃料的使用普遍，特别是在贫困地区，许多家庭仍以木材、干草等为燃料来源。这些燃烧产生的悬浮颗粒物进一步加剧了空气质量的恶化。交通拥堵同样是印度雾霾问题的重要成因。作为全球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印度的城市交通系统长期处于超负荷运转的状态。大量的汽车尾气排放加上低效的公共交通体系，让印度的街头变成了无形的毒气室。这样的恶性循环让印度的环境问题雪上加霜。第二名，巴基斯坦，灰霾之国的窒息危机。在世界上众多国家中，空气污染已成为一个全球性挑战，但巴基斯坦的情况尤为严峻，甚至被冠以灰霾之国的称号。这里的污染问题不仅仅是数据上的惊人，更是居民日常生活中无法回避的切肤之痛。巴基斯坦的空气污染程度令人瞠目结舌。根据统计数据，该国 PM2.5 的年均浓度高达 73.7 微克每立方米，远远超出世界卫生组织的安全标准。而在巴基斯坦第二大城市拉合尔，情况更是雪上加霜， PM2.5 浓度高达 99.5 微克每立方米，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相当于安全标准的20倍。这样的污染浓度让拉合尔的天空常年笼罩在灰蒙蒙的雾霾中，日出无光，甚至连呼吸都成了一项危险的奢侈品。空气污染对巴基斯坦居民的健康影响深远。一项致命研究显示，空气污染使巴基斯坦人的平均寿命缩短了 4.4 年，而在污染最为严重的拉合尔，居民的平均寿命更是缩短了7年。这些数据背后体现的是无数家庭的痛苦与无奈，无论是肺部疾病的高发，还是老人与孩童的脆弱健康，这一切都让巴基斯坦的空气污染成为一场看不见硝烟的慢性危机。造成这一局面的原因并非单一因素所致，而是一系列复杂问题的叠加结果。首先，巴基斯坦对化石燃料的依赖程度极高，加上排放汽车尾气以及冬季取暖的燃煤活动，都是雾霾形成的主要来源。其次，经济上的压力让环保政策的落实变得困难重重。政府虽然有改革的意愿，但在能源需求和经济发展的艰难抉择中，常常很难同时顾及到环保。对于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而言，怎样在经济增长和环境保护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依然是一个巨大的难题。第一名，孟加拉国，地球的粪池。PM2.5 年均浓度 79.9 微克每立方米，这个数字让孟加拉国成为了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国家，冠以地球的粪池之名。这个南亚国家生活在死亡迷雾之中的1亿6千万人口，正为空气污染付出沉重的代价，平均每人寿命缩短 6.9 年。孟加拉国的天空长期笼罩在汽车尾气、窑厂黑烟、工业废气与燃煤发电等毒物之中，快速的经济增长成为污染恶化的推手。过去10年间，孟加拉的经济总量增长了3倍，但石油与煤炭的消耗量却暴增6倍。这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发展模式，将蓝天白云变成了痛心的奢望。孟加拉的污染问题并非单纯的经济发展副产物，而是多重因素交织的结果。燃煤发电厂大规模扩建，汽车尾气排放标准长期缺失，还有遍布全国的砖窑以及黑烟和粉尘成为污染的主要来源之一。而在这些高污染的背后，是政策执行的乏力和基础设施的落后。孟加拉政府虽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并提出了一系列转型措施，包括新建核电站以及推动液化天然气的使用，但面对资金短缺、技术落后的双重压力，这些计划的落实仍遥遥无期。
环境污染的代价更多的落在了下一代身上。对于孟加拉的儿童来说，出生的第一口气或许就决定了一生的健康命运。空气中的细悬浮微粒不仅会对肺部造成永久性损害，还会影响脑部及其他器官的发育。孟加拉的医疗系统原本就承受着庞大的人口压力，如今更因污染带来的健康问题而雪上加霜。当我们走完这趟令人窒息的旅程，从刚果的原始森林到埃及的千年古迹，从阿联酋的奢华高楼到孟加拉的拥挤街头，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这10个国家名单，更是一幅现代文明发展的残酷浮世绘。这10个最脏的国家其实是人类工业化进程中一道触目惊心的伤疤，他们大多面临着一个共同的死结，在生存与生态之间被迫做出了带血的选择。为了追逐经济数字的增长，为了点亮城市的霓虹，为了开采地底的财富，他们透支了蓝天，透支了河流，甚至透支了下一代人的健康。无论是被战火摧毁的伊拉克，还是被工业废气淹没的印度，我们看到的不仅是肮脏的空气，更是发展中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难以摆脱的阵痛与无奈。然而，我们不能仅仅以旁观者的姿态去指责或嘲笑，因为空气是流动的，环境是共享的。当撒哈拉的沙尘暴席卷而来，当南亚的雾霾随季风飘散，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独善其身。这些国家的遭遇实际上是在为全人类的过度消费和能源依赖买单。那一串串惊心的 PM2.5 数值不仅是他们头顶的阴霾，也是悬在整个人类文明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如果地球是人类唯一的家园，那么这些被污染的角落就是家园中正在溃烂的伤口。如果不能找到一条清洁发展的新路，如果不能在金山银山与绿水青山之间找到平衡，那么今天的他们或许就是明天的我们。面对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技术转型、能源革命以及全球的协作，或许才是唯一的解药。希望这期视频能带来的不仅仅是视觉的冲击，更有一份对我们生存环境的深沉思考。毕竟，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我们呼吸的由于是同一片天空下的空气。好了，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全部内容，我是微笑，感谢你的观看。不知道今天介绍的这世界上最脏的10个国家，哪个最让您印象深刻呢？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